上一集已经把原有的线全部找完了，我现在想办法把光纤线牵进来，因为是两条线，我现在要把它比好，一次拉两条。我先用传线器试一下，看一下这条管能不能通到外面。这个有时候简单，有时候还是挺麻烦的，偏偏就让我遇到了，很不幸，偏偏让我遇到了麻烦，穿了半天堵了死死的。现在还是堵，可能已经是出去了，我出去看一下。为了省时间，我从这里跳下去，出来一看，果然没让我失望，线居然还没有出来。这期间我也是费了很大的周折，硬是把线给穿了进去。我终于还能塞。现在把两条光纤线绑在传线器上，一块带出去，尽量把这边的线塞进去，塞到塞不动为止，再出去拉线，那样比较好拉一点。现在外面的线已经出来了，我这边就把它抽出来。其实中途也没有那么顺利，卡线经常发生的。哎，卡线了。不过后面还是顺利的把线给拉了出来。看出来了，尽量的给你留长。到那边星河，够了。我测线的时候，1楼、2楼、3楼的弱电浆是没有插排的，所以我要拉一条电源线。这个上去的，或者这个，应该是这个吧。拉条电源线，等会，后面我才反应过来，要命的事来了！我的妈呀，主线都没有啊！主线都，我还得拉条网线。当时看到一条管是斜上去的，我得试一下。这个孔是干嘛的？我感觉这孔是强电孔，这里应该有个强电。What the fuck？ 还真的是，这是强电孔。这里能接个强电吗？正好，1、2、3楼的强电就靠这里来取了。它是斜的话，我这么一拆，还真的是。但是我看不懂什么零线火线呢，因为这边是我一个人，所以接线的话我也要想办法。所以我这边叫了一个认识的电工朋友，我这边拍视频给他，然后他会微信视频1对1的教我。哪个？这一排是干嘛的？火线接到最后一个。火线接这个。在下面吧，下面那个螺丝就这是火线。零线接到那里，零线哪里？看着电箱上面。上面吗？对，只要有空了就插进去就可以了。这个是吧？对。然后这个是零线，然后这个是火线。火线接这里。办法总是比困难多。我是个大师傅了，总不能说把这些困难全部丢给公司吧？公司是花钱雇你来解决问题的。解决取电问题之后，我就开始拉主线和那个电源线。其实这中途的话老是不顺，老是卡线，下面塞不动我就往上面塞，这个过程很多不顺，我就没有录制。因为有个人放线我才好偷，真的。这里要有个人放线我才好。
下来吗？拉吧，出其意料的顺利。好了，拉线就到这里了。下一个视频是安装设备和调试设备。这边这栋楼总共有1楼和2楼，无奈的是当时他们拉线的时候，1楼留了一条网线，2楼留了一条网线。1楼他们是做商铺用的，目前还空，但是2楼的话只有一条网线，插那个电视 ITV 上了。他们现在要加一个路由器，因为这条网线已经被 ITV 电视所使用了，所以他这边添加的话还是挺麻烦的。其实有3个办法解决，第一就是用那个光猫来拨号，然后加个交换机，这种办法可以满足一条线可以上网又可以看 ITV 电视。但是用猫来拨号的话，因为猫的性能不太好，所以长期考虑下去，这种是不可行的。第二的话就是用这个机顶盒来连接那个猫的 WiFi， 但是猫在外面就不用去想了。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购买那些企业设备，它既支持 WiFi 又支持 ITV， 但是这样的话成本就高了。他们这边只是想连个简单的 WiFi 而已，所以我这边还有第4种办法，就是打4芯。打4芯的话，目前是最稳定、最便宜的做法了。所以一开始的话，我不推荐他拉线，也不推荐他购买任何设备，直接打4芯也是可以用的。一般网线埋在墙体里面，只要没什么，它会用个10几20年都没问题的。所以4芯打法是最省成本的了。我是不喜欢那些同行动不动的话就要加设备、换设备，或者加个交换机，然后让猫来拨号，这样的话网络是特别不好用的。我这边帮他接好线后就调试这个路由器了。其实调试这种路由器的话都比较简单，所以我就不演示了。当时我带的设备它也支持 ITV 和网络共存，但是我没有打算卖给他，因为人家只是想单纯连个 WiFi 而已，要求并不高。不用，不用，真的，我带太多东西了，我还要去下个地方了。我放在这书包里面。我书包都放满了，不用，我拿1、2个就行了，拿那么多干嘛？我只能说，还有这个火龙果。没有，火龙果拿去这个连。我就拿2个香蕉就行了。还不熟吧？当时我完全可以卖设备给他的，但是我的原则是，能尽量在原有的基础上解决，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解决，不要去诱导客户去购买不需要的东西。他跟我说他今天做了2层多，我这边来看一下，看这边吧，因为我也要随机抽检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做的怎么样。他虽然说是做的快，但是我得看一下他做的质量如何，对吧？他现在在楼上，我下楼，我这边来这个房间吧，哪个房间都无所谓了。喂，他不是说做了2层，这层应该是漏了，这一个应该漏了，后面再叫他补了。我这边再随机检查一下，看到这边这种话是底盒问题，到这个我再叫别人来修，这个没什么。我来这个房间吧，看他打得如何。看一下，他打的，我随机挑选几个就行了。这个压到皮倒是不错，这个不能碰到这个螺丝。然后我看它这些有没有压紧，颜色顺序，橙白橙白绿白蓝蓝绿中白中，对，我看到它有没有压好。
压的还是挺漂亮的。哎，这个有点坏，等会儿我再上了它。行吧，这个倒是挺不错，我把它装回去。等会我再跟他说一下，他漏了那个，然后再清点一下。我再巡逻其他的房间吧，到时候数一下是多少个。按理来说，他说2层多的话，应该每层50个嘛，50个，那么他漏了那些再补，他应该今天也是打了100多个，到时候再给他算，每天都给他算4块钱一个嘛。行了，我把这个上回去。后面我随机检查好几个面板都差不多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唯一的就是提醒他把里面的水泥啊、小石块啊给掏出来，弄得干净一点。我这么随机抽查的话，并不是说不相信他，毕竟是我负责这里的，所以我要把这些给做好，对吧？这其实对他对我都有好处。好了，本期就到此了。